芝麻的味道真的蠻香濃的，而且不會太過於甜口。那它跟香草混在一起的時候，香草的味道整個就被吃掉了。喜不喜歡吃這個？喜歡。現在剛好是正值芒果季，這個水果絕對是香甜好吃的，而且非常的大塊又厚實。不知道是不是順序錯誤，先吃的芒果太過於甜口，所以感覺這個芭樂吃起來沒什麼味道。牛排切起來蠻軟嫩的，吃起來是相當的多汁啊，而且邊邊有帶點輕感，不會拖泥帶水，還蠻有嚼勁的。它的蘿蔔糕上面看起來蠻漂亮的，可是呢，竟然把烤焦的地方呢藏在背面。湯頭是屬於比較清淡的流派，牛肉味道也比較偏清淡一些。它只是它裡面還有牛筋誒，還蠻軟糯的哦。這一碗牛肉湯想必在台南絕對是不及格的。濃濃的醬香味是足夠的，還帶點九層塔香氣，但是吃起來還蠻乾癟的哦。但是它的肉在骨頭旁邊的地方還蠻軟嫩的，只是它外表吃起來比較乾澀一些。嗨，朋友們，歡迎來到 Domi's。今天我們到台南美食討論度相當高的一家新的牛排店，從開幕至今才2個禮拜，還是熱騰騰的哦。那就有人開始說啦，這個是平價級的5星級 buffet，也有人直接說每一個小時真是有夠失望透頂，甚至還有人留言說這個不是我們小時候的味道啊。那我們今天就實際來看看重返台南市砸下重金打造的旗艦型鮮鑽店，到底是真材實料還是只是開幕的光環呢？那我們今天點的是特制牛排450元，加上SPA服務費，用餐時間為120分鐘。朋友，老樣子嘍，正片開始前請的幫按讚、訂閱、加分享。那我們就開吃吧 ，Go！ 嗨，朋友們，今天好嗎？再難都要記得微笑哦。我們今天來到台南貴族世家永華店，哇，今天進來客滿哎，而且外面還有那麼多人，真的是辛苦大家了。那麼大的熱天，那我們進去看看裡面的環境到底是如何。首先映入眼簾的左邊呢，就是它的甜點櫃。哇，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甜點櫃，蛋糕蠻多種的，只是說有的可能都被拿光了。那我最稱讚它的水果，我現在是芒果季，正值香甜的時候，而且每個都蠻大塊的。還有芭樂、木瓜，那它的蛋糕呢，就比較一般般了，每個地方都看得到。之後在旁邊甜點櫃旁邊都是生菜沙拉，看起來蠻多的哦。那有一些滷味，旁邊還有肉燥跟粥，可以搭配旁邊的配菜哦。那這邊還有一些醬料，如果你喜歡黑胡椒、蘑菇醬，這邊都有。還有玉米濃湯，玉米濃湯可以加旁邊的酥皮一起吃。那這邊還有雞塊跟炸水餃，之後這邊是披薩，披薩已經被拿完了，剩下一片，那等一下就會補上了。那這邊還有一些熱炒的青菜，這看起來是魚片，還有非常大片的香腸。那最後就是麻辣湯底了，有鴨血跟豆腐。那這邊是現做料理區，有牛肉湯、排骨湯。看起來還不錯哈，排骨湯，那牛肉湯，那再來是銀耳湯，這個是冰的哦，銀耳湯。旁邊是現燙青菜，很像我們在麵攤會吃的那種燙青菜，大陸妹。在旁邊還有蘿蔔糕。那前面的餐台就是一些餐具啦，可以自取，還有醬料、番茄醬等等。那這邊是餐包，奶油風味的，旁邊還有烤箱可以烤哦。那這旁邊就是大人小孩都愛的巧克力瀑布，下面還有一些棉花糖可以用。旁邊就是歐文最喜歡的氣泡飲，有可樂就過關。那今天的雪花冰是葡萄口味的，看起來很好玩的感覺。它還有飲料是檸檬冬瓜、檸檬水，還有咖啡機2台 UCC 的。那旁邊就是像仙鳥的飲料，在我們那邊還有冰沙雙麒麟，是芝麻口味的哦。吃起來蠻香濃的，那它的自助吧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咯。那我們看一下它現場的環境空間還蠻大的誒，裡面的座位應該至少150個，我在猜啦，蠻寬廣的，而且都蠻透亮的哦，整個環境還不錯。那環境都介紹到這邊咯，那我們就先來吃牛排吧。哇塞，這牛排看起來蠻大的哦，而且有一定的厚度，還不錯，還蠻好切的。那我們先來吃口原味吧。牛排切起來蠻軟嫩的，吃起來是相當的多汁啊，而且邊邊有帶點輕感，不會拖泥帶水，還蠻有嚼勁的。接下来我們沾點辣醬吧。其實歐文從小到大還沒有吃過貴族世家，這個是歐文第一次來吃，今天第一次體驗它的牛排。其實它厚度也蠻厚的，雖然牛肉的味道不會太過於濃厚，吃起來多汁軟嫩，其實蠻有肉感的。歐文有去看它的網絡評價，
一面倒，吃起來又軟嫩又不柴，其實都可以的啦。以這個價位來說，那我們就把剩下的鐵板麵跟配菜吃完吧。而它的鐵板麵是屬於那種比較粗的，很像，我覺得蠻像烏龍麵的。還沒吃就可以想象，應該是蠻有嚼勁的。吃起來真的蠻像烏龍麵的哦。接下來我們來吃它自助吧裡面的食物吧，麻辣鴨血甜不辣。哇，麻辣的味道很香濃，而且不會過於辣口。還有豆腐，我覺得它的辣味吃起來有點像沙茶醬跟麻辣攪在一起的那種感覺，有淡淡的沙茶香氣。還有鴨血，鴨血是蠻有味道，但是不會太軟嫩。旁邊還有熱炒韭菜，我們來嘗看看吧。熱炒韭菜炒的還蠻鹹香的，如果吃比較清淡的人會覺得太鹹，而且它上面還有附肉絲，吃起來還蠻有味道的哦。而且它的韭菜炒的適當，不會太過於軟爛，還帶點稍微的清脆口感，不會說有的吃起來還蠻硬的，很像在吃草一樣。比較可惜的話就是吃起來有點鹹。旁邊還有滷白菜哦，是歐文最愛之一。它的熱炒青菜吃起來都蠻鹹的，會稍微油膩了一些。這個還帶有非常濃厚的蒜香味，而且它熱炒自助吧會不定時的替換，所以下次你們來可以不是吃到這些菜。旁邊還有三杯雞，那肉看起來蠻大塊的，有的表面看起來蠻乾癟的，你們吃看看。濃濃的醬香味是足夠的，它帶點九層塔香氣，但是吃起來還蠻乾癟的哦。但是它的肉在骨頭旁邊的地方還蠻軟嫩的，只是它的外表吃起來比較乾澀一些。再來我們問它的現做料理區燙青菜，這個好像在麵攤都會吃到。今天燙的是大陸妹，這個吃起來蠻脆口的，上面有一些肉燥。接下來是這盤滷味，看起來像不像五行綜合盤？那我們現在吃雞胗。我覺得它雞胗吃起來不錯，還蠻軟嫩，不會死硬。還有非常顧味的秋葵，旁邊還有五香豆乾，還有去骨鳳爪。Q 彈的質地帶點辣味，還蠻喜歡的。還有非常常見的黑木耳。最後我們用雞翅做收尾。雞翅煮的是蠻透的，只是沒什麼味道。這雞翅的前端要啃乾淨哦。之後最旁邊還有炸物，炸水餃。這就是我們熟悉的義美炸水餃，旁邊還有一定要的雞塊。我做了是可樂餅，吃起來蠻香濃的哦。朋友，歐文真的很好奇，網絡上評價那麼低，可是現場還是超多人人山人海。那我們吃那麼多熟食了，我們來喝這個蘿蔔排骨湯。哇，這不錯哦，排骨味道還蠻濃厚的，只是說那湯頭，我覺得這個排骨湯不錯，很像那種街邊小吃名店那種排骨湯。旁邊還有台南知名的牛肉湯，上面有一些辣油。湯頭是屬於比較清淡的流派，牛肉味道也比較偏清淡一些。它只是它裡面還有牛筋還蠻軟糯的哦。這一碗牛肉湯想必在台南絕對是不及格的。吃那麼多熱食了，也該來喝個可樂清涼一下吧。哇！而且它旁邊還有披薩哦，我們來吃看看。披薩吃起来有點像瑪格麗特，但是沒有什麼特別驚豔的地方。而且它這個後面的餅皮吃起來還蠻乾的。旁邊還有生菜沙拉哦，看起來五顏六色，還蠻漂亮的哦。現在吃個黃瓜，還有小番茄。最後來個生菜沙拉。哇，朋友，客滿了，真的是太厲害了。接下來我們來吃蘿蔔糕吧。那蘿蔔糕上面看起來蠻漂亮的，可是呢，竟然把烤焦的地方呢藏在背面。蘿蔔糕的鹹味是足夠的，但是就是多了一個焦香的口感，還蠻特別的。朋友，接下來是甜點時間呢，我們把它的冰櫃裡面所有的甜點都拿回來咯。我們現在吃抹茶慕斯，還蠻滑嫩的鮮奶油，之後還有百香果口味。之後這個看起來很像葡萄的口味，真的是葡萄還不錯。之後旁邊還有滷肉棒，這可能在外面放久了，所以吃起來沒有那種酥脆的口感。旁邊還有台版的馬卡龍，相當的巨大哦。旁邊相當知名的大理石滷肉，我們來嘗上一口。
相當的滑順、乳酪質地，還帶點甜香的滋味，旁邊還有草莓風味的哦。最後一個香糯的麻糬。最喜歡吃這種香糯的口感，但是吃不出它是到底是什麼味道。那它旁邊的轉角處呢，有巧克力瀑布。有沒有人可以跟歐文說，到底要怎麼做才會漂亮？每次用起來都覺得好醜。再來它還有非常大片的水果，相當厚實的木瓜，看起來就非常誘人啊。飯後來個木瓜幫助消化，而且它不會太甜，木瓜的香味非常濃厚。現在剛好是正值芒果季，這個水果絕對是香甜好吃的，而且非常的大塊又厚實。哇，實在是有夠香甜又多汁的。喜歡吃芒果的朋友一定要來這邊嘗嘗哦。還有歐文最喜歡的芭樂。不知道是不是順序錯誤，先吃的芒果太過於甜口，所以感覺這個芭樂吃起來沒什麼味道哎。嗨，朋友，之後我們用雙麒麟做收尾，它這個是黑芝麻跟香草綜合的哦。芝麻的味道真的蠻香濃的，而且不會太過於甜口。那它跟香草混在一起的時候，香草的味道整個就被吃掉了。喜不喜歡吃這個？喜歡。嗨，朋友們，歐文就吃飽啦。今天來這裡真的是相當的豐富，每一個胃口歐文都給它嘗遍了。雖然它這個店面的大小不及台北旗艦店，但是吃起來是蠻豐盛的。如果你以這個價位來說，的確是 CP 值相當的高的。我們不要抱了太大任何期望。那我覺得唯一比較扣分就是那牛肉湯啦，在台南本地，你的牛肉湯竟然是沒有味道的，真是相當的可惜啊。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邊哦。如果喜歡影片，請幫我按讚、訂閱、加分享。我是懂歷史歐文，吃貨遠播，讓我們下次繼續大特吃，用味探索世界，用嘴巴吃美食。你的支持是我持續動力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